大家好，最近在奥地利召开了一次有奥地利、美国及德国政治经济领域专家参加的关于与中国脱钩的研讨会。奥地利的标准报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我们来看看他以及读者们有何高见。经济学家，穷人将为与中国脱钩买单。在阿尔卑斯巴赫欧洲论坛上，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费尔伯迈尔和奥地利经济部长科赫尔讨论了与中国关系的未来。现在是上午9点，罗森女士精力充沛。在阿尔卑斯巴赫论坛的最后一天，这位美国奥地利协会副主席正在主持一个关于全球经济未来的小组讨论。欧洲对亚洲和美国的依赖程度如何？欧洲大陆是否会因为与中国的竞争关系而不得不寻找新的贸易伙伴？罗森挥舞着手臂，让007的主题音乐响彻全场，这样可以让昨晚出去熬夜的论坛嘉宾们清醒起来。罗森说，在新冠危机和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之后，欧洲也醒过来了，而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得到了与其他与会者的赞同。在与会者中，他旁边是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费尔伯迈尔和前所长科赫尔，他现在是奥地利经济部长。罗森开玩笑说，我们没有在专家小组杀人的执照，但我们有进行经济预测的执照。当然，在做出预测之前，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们在这点上基本达成了一致。多年来，欧洲一直受益于从俄罗斯进口的廉价能源和中国不断增长的市场，科赫尔说，但我们有时对围绕世界贸易的地缘政治有些天真。费尔伯迈尔补充说，酝酿已久的针对中国的通过贸易实现变革的战略并未如预期般奏效。能源供应外包给了俄罗斯，生产外包给了中国，世界贸易做一个整体被精简以提高效率，人们很少讨论日益增长的依赖性。派对已经结束。来自贝塔斯曼基金会的政治和经济学者格纳特说，现在我们知道派对结束了，欧盟现在正式对中国做去风险化。欧洲并不想与中国完全脱钩，但是确实希望逐步实现供应链的多样化，目标是提高独立性，尤其是在药品或电动汽车所需要原材料等关键领域。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经济学者辛茨认为，中国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有时被高估了，欧盟可能很快就会变得更加独立，就像对俄罗斯一样。科赫尔也有类似的看法。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有必要，贸易量可以很快发生变化，但这当然要付出代价。费尔伯迈尔补充说，与中国脱钩首先要由贫困阶层来买单。迄今为止，低收入人群一直受益于中国廉价的进口商品，来自中国的产品在他们的购物篮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当然，学者也认为，中国同样依赖欧洲，而且中国目前自身的问题一大堆，经济引擎不再像往常一样嗡嗡作响，新冠危机后的复苏力度不大。洛森想知道，中国今年还能实现经济增长5%的目标吗？政治和经济学者格纳特调侃地说，在中国政府官方数据中肯定是这样。好了，朋友们，对于学者们的意见，普通读者对此有何看法呢？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吧。可以看到有400多条，在奥地利算很多了。我们先看被置顶的几条评论。第一条评论，与中国脱钩很可能比专家想象的更麻烦。电脑和智能手机在中国生产的原因不再是劳动力成本低，这是因为中国现在比欧洲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更先进的生产技术。许多人显然仍然低估了中国，认为中国只是西方技术的山寨者。实际上，在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在创新和质量方面，欧洲已经明显落后。最迟自2020年以来，中国的注册专利数量一直居世界首位，尤其是在计算机、电子、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领域。此外，中国尤其对教育进行大规模投资。下一条评论，前面有位跟帖的读者说，高端芯片是台湾生产的，于是这位读者说，你大错特错了，这不是芯片的问题，而是整个生产的问题。在许多领域，中国提供了世界市场80%或90%的产品，例如化学初级产品和药品，以及整个光纤领域。
要把这些产能回流西方，需要几十年时间，尤其是在人员不到位的情况下。下一条评论：15年前我在中国待了3周，酒店房间里的设施令我震惊。当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与之相比，欧洲以及奥地利只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已经无可救药地落后了。德国之士点评：这位老兄把15年前的陈年芝麻拿出来说，如果他现在去中国住酒店，不知有何感想。下一条评论：这位读者对前面有人说的这句话发表意见，这是因为中国现在比欧洲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他说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高科技供应链非常短，中国懂得如何对这些技术中心进行投资，使其运作效率远远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由于被迫向中国进行知识技术转移，中国的专有技术无疑有所增加，但归根结底，最先进芯片制造的核心技术仍然遥不可及。中国想要山寨这些技术，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此外，由于阿斯麦不再向中国提供 DUV 光刻机，中国现在也缺乏相应的设备。中国希望通过占领台湾来弥补这一差距，而美国将竭尽全力阻止这一切。下一条评论：电子产业已经大规模出走了，跑去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土耳其、北非，到2022年还有去乌克兰。这个世界不需要专制、咄咄逼人的中国，电子产业在用脚投票。下一条评论：如果产品因在欧洲生产而变得更加昂贵，只要产品的耐用性同时得到提高，这就不是问题。许多中国产品的设计寿命都很短，我们只需要重新考虑，不再每3年换一台新电视，不再购买最新的小玩意儿等等，这也会更环保。下一条评论：穷人们已经为全球化付出了代价，他们还将为去全球化付出代价，他们还将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时付出代价。当出现战争与和平时代，当要保护气候时，当一切都付诸东流时，穷人们也都将付出代价。我们有一个靠穷人买单的经济制度，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下一条评论：你只说对了一部分，穷人们已经在遭受损失，但社会福利系统会弥补他们的损失。损失惨重的是那些现在还属于中产阶级，但很快就会陷入贫困的人。下一条评论：这就是所谓的进化，越强大、越健壮、越聪明、越优秀的就越占上风，弱小、笨拙的总是被吃掉的可怜虫。下一条评论：这是民粹主义的胡说八道，这不是要与中国脱钩，而是要调整某些价值链的方向。费尔伯迈尔也知道这一点。同样，只有通过更低的价格进口的中国商品，穷人才赢了。许多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技术上至少与欧洲产品一样好。谁从中国的初级产品中获益？应该看看那些从事中国进口的公司的利润率。下一条评论：欧洲永远不可能独立，因为各种原材料都在那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依赖链，引入中间商。在某些原材料方面已经发生的情况是，中间商已经加入进来，进行道德重新标签化。结果是我们的能源变得更加昂贵，例如中间商的高利润。美国正在吸引企业从我们这里搬走，我们正处于大规模衰退之中，社会的下行速度比以前更快。各国政府应竭尽全力促进繁荣，但奥地利和欧盟的人显然会更加困难。金砖5国家2024年正式成立，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30%， 占全球石油产量的 40%， 仅仅尝试脱钩就会导致欧洲经济的死亡。下一条评论：我们为什么要与中国脱钩？无限制的全球化和激进的脱钩都不是解决办法。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和相互尊重的交往是应对未来挑战的唯一机会。同时也要考虑到，并非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愿意采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标准。我们并不是万物的尺度，也不能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重。好的，德国之士点评啊，这是我这几年看到的最理智的评论之一。下条评论：我不能同意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费尔伯迈尔先生的观点，
因为他的方法有缺陷，他的思维方式就像一个说客或美国基金经理，而不像一个希望带来附加值的欧洲人。低收入者应该从恢复生产中获益，因为他们赚的钱更多。以制药业为例，由于这些公司的贪婪，现在的依赖性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欧盟必须为本国带来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例如光伏。德国发明出来的技术却变成了对中国的依赖，这是丢脸的。与此同时，这些生产都是高科技工厂，能够提供优质的工作岗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下条评论：我几年前就说过，我们不能失去中国，因为我们没有廉价产品的替代品。从鞋子、服装到各种塑料零件和电子产品，收入一般水平的人都会购买中国产品。他们这么做并非出于对中国的热爱，而是因为没有替代品。现在随着通货膨胀，情况会变得更糟。届时将有一大批人不再拥有一切，缝补裤子和袜子将重新成为趋势。下条评论：问问在中国生产的企业工作的朋友或熟人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已经没有那么便宜了，因此西方企业早就一直在向外转移产业，比如到印度等地。下条评论：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所谓穷人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今天年轻健康的人住在时髦的蜗居房里，几年后他们就会变成住在拖车公园老式露营车里的贫困的工作穷人。美国就是例子，自2007年以来，这种情况大量增加，中产阶级将继续萎缩。下条评论：先把大部分产能转移到中国，然后承认自己的依赖性，也就是被对方当成人质劫持了。数十年来，我们一直有优秀的经理人，最主要的是可以廉价采购塑料垃圾，然后高价出售，同时他们拿着优厚的薪水。下条评论：穷人什么都不用买单，一切都是中产阶级在买单。下条评论：欧洲经济将逐一崩溃，完全有利于气候和与人权理念一致，当然没有人会被问责。下条评论：问题应该是欧洲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有多高？可以说严重依赖，否则我们就不会根据美国的愿望与中国脱钩了。下条评论：我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工作，公司的生产工艺和机械技术仍在向中国转移，中国人也参与到最新的事务中，整个公司都被渗透成筛子了。我不相信什么和蔼的中国同事们，我觉得这是真的渗透。现在中国可以做我们能做的一切。与此同时，因为他们比欧洲更灵活、更有头脑，对金钱的贪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贪婪，在过去30年里，少数决策者管理过的企业，让中国人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下条评论：就直说吧，我们这些傻瓜欧洲人为一切买单。下面的对比就是一个例子，一辆欧洲车在中国的价格是欧洲的一半，可以设想两种情况：一，我们欧洲人被宰了；二，我们欧洲人为中国市场的汽车提供补贴。下条评论：美国统治世界计划的推进路线是这样的：一，通过乌克兰战争永久分裂欧亚大陆；二，不准俄罗斯与欧盟、中国与欧盟之间进行贸易；三，完全控制所有全球贸易路线；四，制解俄罗斯，没收其原材料；五，通过长期破坏稳定，完全控制非洲的原材料；六，在伊朗搞政权更迭，侵占对所有原材料的控制权。可以阅读兰德公司的官网。下条评论：欧洲再工业化必须做很多事情。欧洲的特殊道路以特别高的税负和官僚主义为代价，为所有人提供高标准的生活。只要西方国家没有面对高水平的竞争，还是可行的。起初，欧洲只是失去了低成本产业，但随着非西方国家的专业技术不断提高，欧洲也失去了高科技，甚至其中有的不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过去欧洲人聪明，亚洲人廉价，今天亚洲人也很聪明，而且仍然比我们便宜。欧洲目前在技术上没有领先的前景，因此再工业化只能通过价格来实现。
我们欧洲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和更大的努力，来获得更少的财富，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慢慢恢复从前的荣景。下一条评论，所有人将为对中国的巨大依赖性付出代价，在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上都是如此。现在就与中国脱钩。下一条评论，好吧，如果穷人和其他所有人都习惯于只购买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而作为回报，这些东西能用上20年，而不仅仅是1-2年，那么整个事情应该是可以承受的。但在此之前，道路依然坎坷。下一条评论，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零部件，我们连一台风力涡轮机都无法安装起来，这让整个讨论显得十分荒谬。如果明天中国入侵台湾，我们也要表示祝贺。通过贸易促进变革的战略是可行的，只是方向相反，我们正在被改变。下一条评论，没错，我们实际上什么都不生产。在奥地利，我们认为可以通过退休老人、贫困移民和行政管理来创造附加值。下一条评论，完全是幻想。很久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销售市场，无论是汽车、机械、奢侈品，还有其他任何产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欧洲的汽车制造商明天，机械制造商后天就会死亡，其他产业大后天也都会死掉。下条评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无论是原材料市场、劳动力成本，还是派得上用场的人力资源，都不允许欧洲进行有竞争力的生产，最多只能在偏门产品领域。为了避免外贸逆差，我们今后能向世界出售什么产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下一条评论，将整个产品外包给中国的问题，不仅因为中国的能源、人员、材料和生态成本更低，生产的产品更便宜，而且更重要的是，许多工序的全部技术诀窍在西方世界已经丢失，必须首先重新开发，然后才能将产能回流。下一条评论，这些专家胡说些什么？只要数一数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里的部件就知道了。我很少读到这样的胡说八道。如果没有中国的产品零部件，我们将回到石器时代。没有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家电。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几十年时间，因为在中国之外根本就没有产能。下条评论，是时候在经济上远离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了。有很多非常好的理由让所有工业回归欧洲，更好的气候保护，更好的环境保护，更多的工人权利，更短的运输路线，新的就业机会，最重要的是独立。我们绝对应该接受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特别是贫困阶层将为与中国脱钩买单？不，因为恰恰是这些阶层可以在正在回归的产业中找到新的工作，将产能转移到亚洲，今后不应该也绝对不能成为一种选择，这些都是过去的错误。下一条评论，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而且不仅仅是技术工人短缺，欧洲大陆正在迅速老龄化。此外，转移产能不仅有负面影响，数亿人还因此摆脱了贫困。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拥有生产设施的国家制定明确严格的环境和工人保护条例，谁不遵守这些条例，谁就不能向欧洲出售产品，不能有任何漏洞。此外，还应停止这种虚伪的姿态，即我们指责中国排放二氧化碳，其中有些是为我们生产造成的。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是不是也觉得总体来说，奥地利人虽然对中国仍有偏见，但没有德国读者那么偏激，而且明白人还是有的。他们比政客们及专家们更清楚，与中国脱钩根本不可行，或者说付出的代价值得吗？